欢迎订阅时事快线。我们每日提供最新资讯，以简明扼要的方式为您呈现全球重要资讯。每天10分钟，了解天下事。下边是详细内容。委内瑞拉向边境和海岸线部署25000名士兵。据加拿大新闻社报道，委内瑞拉政府近日向全国边境和海岸线部署了25000名士兵，以加强国家安全和边境控制。该事件发生在委内瑞拉与邻国关系紧张的背景下，特别是与哥伦比亚和巴西的边境争端，以及国内经济危机导致的移民潮。背景原因是长期的政治不稳定和外部压力，包括美国制裁和地区安全威胁，促使总统马杜罗政府采取军事化措施以维护领土完整。部署将提升边境巡逻能力，但可能加剧与邻国的紧张关系，并增加军费负担，影响民生恢复。专家警告，此举或引发人道主义问题，如难民流动增多。海绵状金粒子改善卵巢癌诊断。据昆士兰大学新闻网报道，研究人员开发出一种创新的海绵状金纳米粒子技术，能够显著改善卵巢癌的早期诊断效果。这种新型金粒子具有独特的多孔海绵状结构，表面积更大，能够更有效地结合卵巢癌特异性生物标志物，从而提高检测的敏感性和准确性。卵巢癌素有沉默杀手之称，因为早期症状不明显，大多数患者确诊时已是晚期，5年生存率仅为30%到40%。传统的诊断方法包括血液检测和影像学检查，但敏感性有限，容易出现假阳性或假阴性结果。这项技术突破有望实现卵巢癌的超早期发现，为患者争取宝贵的治疗时间，显著提高治愈率和生存质量。瑞安罗斯因试图在佛罗里达州暗杀唐纳德·特朗普而开始受审。据加拿大广播公司报道，瑞安罗斯因涉嫌在佛罗里达州试图暗杀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而正式开始接受法庭审判。检方指控罗斯在特朗普位于棕榈滩的马阿拉戈庄园附近策划暗杀行动，携带武器并制定了详细的袭击计划。此案发生的背景是美国政治极化程度不断加剧，针对政治人物的威胁和暴力事件频发，引起了联邦调查局和特勤局的高度关注。案件的审理将涉及多项联邦重罪指控，包括暗杀未遂、非法持有武器和恐怖主义相关罪名。如果罗斯被判有罪，将面临终身监禁甚至死刑的严厉刑罚。此案也将成为近年来美国政治安全领域的标志性案件。最高法院允许在没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进行移民突击搜查。据 WAV 电视台报道，美国最高法院作出一项具有争议性的裁决，允许执法部门在没有合理怀疑的情况下对疑似非法移民进行突击搜查和拘留。这一判决推翻了下级法院此前的限制性裁定，赋予移民执法部门更大的行动自由度。该裁决的背景是美国移民问题日益复杂化，边境非法入境人数激增，政府面临巨大的执法压力和政治压力。支持者认为这将有助于提高执法效率，加强边境安全控制，而反对者则担心这会导致种族歧视和权力滥用，侵犯公民和合法居民的宪法权利。这项裁决预计将对美国移民执法实践产生深远影响，可能引发更多的法律挑战和社会争议。科学家研究星际物体 3I Atlas 的异常轨迹。据印度经济时报报道，国际天文学家团队正在深入研究名为 3I Atlas 的神秘星际物体。该物体表现出令人困惑的异常轨道行为。这个来自太阳系外的天体在穿越我们太阳系时，其运行轨迹偏离了传统引力模型的预测，展现出类似于此前发现的 Oumuamua 和 2I Borisov 等星际访客的奇特特征。科学家们利用地面和太空望远镜进行持续观测，试图解释这种非引力加速现象的成因。研究背景源于近年来星际物体发现数量的增加，这些天体为我们了解其他恒星系统的组成和演化提供了宝贵线索。异常轨迹可能由气体喷发、太阳辐射压力或未知的物理机制造成。这项研究有助于深化人类对宇宙中物质运动规律和星际空间环境的认识。美国对贩毒船的军事打击引发了对禁毒战略的质疑。据美联社报道，
美国军方近期对海上毒品运输船只实施的军事打击行动引发了广泛争议，促使政策制定者和专家重新审视现有的禁毒战略有效性。美国海岸警卫队和海军联合行动中，击沉了多艘涉嫌运输可卡因和芬太尼的船只。虽然成功缴获大量毒品，但也引发了关于军事化禁毒手段的合法性和人道主义担忧。这一策略的背景是美国国内毒品泛滥问题日益严重，特别是芬太尼危机造成的死亡人数持续攀升，政府面临巨大的公共卫生压力。批评者认为军事打击治标不治本，可能加剧地区不稳定。支持者则认为必须采取强硬手段切断毒品供应链。这场争议反映了禁毒政策在执法强度与人权保护之间的深层矛盾。7. 美国家庭医生学会建议所有年龄段的人接种 COVID-19 疫苗。据环球邮报报道，美国家庭医生学会发布最新指导意见，建议所有年龄段的人群都应接种 COVID-19 疫苗，包括最新的变异株针对性疫苗。该学会强调，尽管疫情的急性阶段已经过去，但新冠病毒仍在持续变异，定期接种疫苗对维护公共健康具有重要意义。这一建议的背景是近期新冠病毒新变株的出现和传播，以及住院率在某些地区的上升趋势。医学专家特别关注免疫力较弱的老年人、慢性病患者和免疫缺陷人群的保护需求。该建议旨在通过提高疫苗接种覆盖率来减少重症和死亡病例，降低医疗系统负担，同时为可能出现的新一轮疫情做好预防准备。这一举措反映了医学界对新冠病毒长期共存策略的务实态度。8. 智能软骨材料释放药物缓解关节炎疼痛。据医学快报报道，科研人员开发出一种革命性的智能软骨材料，能够感应关节活动并自动释放抗炎药物来缓解关节炎疼痛。这种生物工程材料模拟天然软骨的结构和功能，当检测到关节受压或发炎时，会自动释放预设的治疗药物，实现精准的局部治疗效果。关节炎影响全球数亿人口，传统治疗方法依赖口服药物或关节内注射，存在全身副作用大、药效持续时间短等局限性。这种智能材料的背景技术基于生物材料科学和药物控制系统的最新进展，结合了纳米技术和生物传感器原理。临床试验显示，患者的疼痛程度显著降低，关节活动度得到改善，且无明显副作用。这项技术突破为关节炎患者提供了新的治疗希望，有望改变慢性关节疾病的治疗模式。9. 维多利亚州根据历史条约规定，学校必须讲真话。据时代报报道，澳大利亚维多利亚州政府根据与原住民签署的历史条约条款，正式要求州内所有学校在教学中必须如实讲述澳大利亚殖民历史和原住民遭遇的真相。这项新规定要求教育机构在历史课程中详细阐述欧洲殖民者对原住民社区造成的伤害，包括土地掠夺、文化破坏和种族灭绝政策等敏感话题。该措施的背景是澳大利亚社会对历史教育公正性的长期争议，以及原住民权益保护运动的不断推进。支持者认为这是历史正义的重要一步，有助于促进族群和解与社会团结。反对者则担心过分强调历史创伤可能加剧社会分裂。这一政策预计将对澳大利亚的教育体系和社会认知产生深远影响，成为其他州效仿的重要先例。10. 黑客在大规模供应链攻击中入侵流行的 NPM 软件包。据 Ars Technica 报道，网络安全专家发现黑客组织成功渗透了多个广泛使用的 NPM 软件包，发起了一场规模庞大的供应链攻击。这些恶意代码被植入到数千个开发项目中，影响范围涵盖全球主要科技公司和政府机构的软件系统。攻击者利用了开源软件生态系统的信任机制，通过伪装成合法更新来传播恶意代码，窃取敏感数据并建立持久性后门访问。这起事件的背景是近年来供应链攻击频发，黑客越来越多地瞄准软件开发工具链中的薄弱环节。NPM 作为 JavaScript 生态系统的核心包管理器，每月下载量超过数百亿次，其安全漏洞可能造成连锁反应。这次攻击暴露了开源软件供应链的脆弱性，促使业界重新审视代码审查和安全验证机制。11.
美国向欧盟提议达成能源贸易协议，以减少俄罗斯燃料进口。据德国之声报道，美国政府向欧洲联盟正式提议签署一项全面的能源贸易协议，旨在帮助欧盟进一步减少对俄罗斯化石燃料的依赖。该协议涵盖液化天然气、原油和可再生能源技术等多个领域。美方承诺大幅增加对欧盟的能源出口量，并提供优惠的长期供应合同。这一提议的背景是俄乌冲突爆发以来，欧盟一直在努力摆脱对俄罗斯能源的依赖，寻找可靠的替代供应源。美国希望通过这项协议加强跨大西洋能源合作，同时削弱俄罗斯的能源出口收入来源。欧盟方面对此表示谨慎乐观，但也担心过度依赖美国供应可能带来新的地缘政治风险。该协议如果达成，将显著重塑全球能源贸易格局，对欧洲能源安全和气候目标产生深远影响。12. 国际特赦组织报告称，巴基斯坦利用电话窃听和网络防火墙监视数百万人。据路透社报道，国际特赦组织发布最新调查报告，指控巴基斯坦政府利用先进的电话窃听技术和网络防火墙系统对数百万公民进行大规模监控。报告详细披露了政府如何通过与电信运营商合作，收集民众的通话记录、短信内容和互联网浏览数据，并建立了庞大的公民数字档案库。这种监控行为的背景是巴基斯坦近年来面临的安全挑战和政治动荡。政府声称这些措施是为了打击恐怖主义和维护国家安全。然而，人权组织担心这些技术被滥用来压制政治意见和媒体自由，特别是针对记者、活动人士和反对派人士的监控活动。国际特赦组织呼吁巴基斯坦政府立即停止非法监控，建立透明的监督机制，保护公民的隐私权和言论自由。这一报告引发了国际社会对数字监控技术滥用的关注。13. 美国退出与欧洲盟友的虚假信息斗争。据热点新闻报道，美国政府宣布退出与欧洲盟友共同开展的虚假信息治理合作机制，结束了多年来在打击网络谣言和外国信息操纵方面的跨大西洋合作。美方表示将重新评估其在国际信息安全领域的参与策略，更多依靠国内机构和私营部门来应对虚假信息威胁。这一决定的背景是美国国内对政府参与内容审查的争议不断加剧，共和党议员指责现有合作机制可能侵犯言论自由权利。欧洲盟友对此表示失望和担忧，认为缺乏美国的技术支持和情报共享将削弱应对俄罗斯和中国信息战的能力。这一退出决定可能导致西方阵营在信息安全领域出现分歧，影响未来在选举安全、社交媒体监管等关键议题上的协调一致性。14. 朝鲜测试强大的新型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据雅虎新闻报道，朝鲜成功测试了一款威力强大的新型固体燃料火箭发动机，这标志着其弹道导弹技术取得了重大突破。朝鲜官方媒体公布的画面显示，该发动机在地面静态测试中产生了巨大推力，燃烧时间和稳定性均超过预期目标。固体燃料发动机相比液体燃料具有响应速度快、维护简便、隐蔽性强等军事优势，能够大幅缩短导弹发射准备时间。这一技术进步的背景是朝鲜持续推进其核武器和导弹计划，尽管面临国际制裁压力。军事专家分析认为，新发动机可能被用于改进现有的中程和洲际弹道导弹，提升其作战效能和生存能力。这次测试加剧了朝鲜半岛的紧张局势，可能促使韩国、日本和美国加强军事防备和联合威慑措施。15. ASML 投资13亿欧元，成为法国人工智能公司 Mistral AI 的共同所有者。据荷兰媒体报道，荷兰半导体设备巨头 ASML 公司宣布投资13亿欧元，成为法国人工智能独角兽企业 Mistral AI 的重要股东。这项战略投资将帮助 Mistral AI 加速其大语言模型的研发和商业化进程，同时为 ASML 在人工智能芯片制造设备领域提供技术协同效应。Mistral AI 是欧洲最有前景的人工智能公司之一，专注于开发高性能的开源语言模型，与 OpenAI 和谷歌等美国科技巨头形成竞争。这笔投资的背景是欧洲努力在人工智能领域实现技术主权，减少对美国和中国 AI 技术的依赖。
ASML 作为全球唯一的极紫外光刻机供应商，此次投资体现了其向 AI 价值链上游扩张的战略意图。这一合作预计将推动欧洲在 AI 芯片设计和制造领域的整体竞争力，为欧洲数字化转型提供关键技术支撑。16. 世卫组织将新的肥胖症和糖尿病药物列入基本药物清单。据瑞士证券交易所网站报道，世界卫生组织正式将几种新型肥胖症和2型糖尿病治疗药物纳入基本药物清单。这些药物包括 GLP-1 受体激动剂等创新疗法。这一决定标志着国际卫生组织对肥胖症作为严重疾病的正式认可，以及对新一代代谢疾病治疗方案的官方推荐。这些药物通过模拟肠道激素来调节血糖水平和食欲，在临床试验中显示出显著的减重效果和糖尿病控制能力。决定的背景是全球肥胖症和糖尿病患病率持续上升，已成为重大公共卫生威胁，特别是在发展中国家。世卫组织的这一举措旨在推动各国将这些药物纳入国家基本药物目录和医保报销范围，提高患者的可及性。预计这将对相关制药企业的市场前景产生积极影响，同时为全球数亿患者提供更有效的治疗选择。17. 脊髓灰质炎根除工作因疫苗衍生毒株以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冲突而面临挫折。据悉尼先驱晨报报道，全球脊髓灰质炎根除计划遭遇重大挫折，主要原因是疫苗衍生脊髓灰质炎病毒株的出现，以及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地区持续的武装冲突。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疫苗衍生毒株在免疫覆盖率低的地区发生变异，重新获得致病性和传播能力，在多个国家引发新的疫情爆发。这一问题的背景是，脊髓灰质炎根除计划已进行30多年，野生脊髓灰质炎病毒仅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两国仍有传播。然而，这两个国家的安全局势恶化，严重影响疫苗接种工作的正常开展。卫生工作者经常遭到袭击，许多偏远地区儿童无法及时接种疫苗。专家警告，如果不能有效控制这些挑战，全球可能面临脊髓灰质炎卷土重来的风险。18. Steam 推出全球首个 AI 音乐许可证，保护瑞典词曲作者。据瑞典媒体报道，瑞典音乐权利组织 Steam 推出了全球首个专门针对人工智能音乐创作的许可证制度，旨在保护瑞典词曲作者的知识产权和经济利益。这项创新许可证要求 AI 音乐生成平台在使用受版权保护的音乐作品进行训练或创作时，必须获得相应授权并支付合理费用。该制度建立了透明的收费标准和分配机制，确保原创作者能够从 AI 技术的商业应用中获得应有回报。这一举措的背景是人工智能音乐创作技术的快速发展，引发了版权保护方面的法律空白和争议。许多音乐人担心自己的作品被 AI 无偿使用。Steam 作为北欧地区重要的音乐版权组织，此举开创了 AI 时代音乐版权保护的先例，可能为其他国家和地区的类似立法提供重要参考，推动建立更加公平的 AI 音乐创作生态系统。19. 宝马投资数十亿美元开发电动汽车，以应对全球竞争。据德国媒体报道，宝马集团宣布将投资数十亿美元，大幅加速电动汽车的研发和生产，以应对来自特斯拉、中国品牌和其他欧洲竞争对手的激烈竞争。这项大规模投资计划涵盖电池技术、充电基础设施、自动驾驶系统和数字化服务等多个关键领域。目标是在2030年前实现电动车销量占总销量 50% 以上的比例。宝马此举的背景是全球汽车行业正经历电动化转型的关键时期，欧盟即将实施更严格的碳排放法规，同时中国电动车企业在技术和成本方面展现出强大竞争力。公司计划推出多款全新电动车型，并在欧洲和中国新建多座电池工厂，同时与供应商建立战略合作关系。这一战略转型反映了传统豪华车制造商面临的生存压力，以及对未来移动出行市场主导权的激烈争夺。20. 以色列军方下令加沙城疏散，以扩大行动。据美联社报道，以色列国防军向加沙城居民发出新的疏散令，要求民众立即撤离指定区域，为扩大军事行动做准备。军方声称，这是为了清除哈马斯剩余武装力量和摧毁地下隧道网络。
确保该地区不再被用作军事基地。疏散令涉及加沙城多个人口稠密的居民区，预计将影响数万名平民的生活和安全。这一行动的背景是以巴冲突持续升级，尽管国际社会多次呼吁停火，但双方仍在进行激烈的军事对抗。人道主义组织对此表示严重关切，担心大规模疏散会加剧人道主义危机。许多流离失所的民众缺乏安全的避难场所和基本生活物资。国际社会继续施压，要求各方实现停火，但和平解决方案仍然遥遥无期，地区局势依然高度紧张。21，俄罗斯袭击升级，美国援助放缓，乌克兰防空能力减弱。据纽约邮报报道，随着俄罗斯对乌克兰军事打击的持续升级和美国军事援助进度的放缓，乌克兰的防空系统面临严重削弱的困境。俄军近期加大了对乌克兰关键基础设施和军事目标的导弹和无人机攻击频率，而乌克兰的防空导弹库存正在快速消耗，补充速度明显滞后于消耗速度。美国国会在新一轮援助法案上的分歧导致军事装备交付出现延迟，特别是在防空系统和弹药供应方面。这一局势的背景是乌克兰战争进入第3年，双方军事对峙日趋激烈，乌克兰急需更多先进防空武器来保护平民和重要设施。军事专家警告，防空能力的下降可能使俄军获得更大的空中优势，进而影响整个战争局势的发展。国际社会正在寻求加快军援交付的有效途径。22，罗马尼亚从欧盟 SAFE 计划获得167亿欧元国防投资。据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报道，罗马尼亚成功获得欧盟 SAFE 防务计划167亿欧元的大规模投资，用于全面升级该国的军事防御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这笔资金将主要用于采购先进武器系统、现代化军事装备、建设防御工事以及加强与北约盟友的军事互操作性。投资项目涵盖空中防御系统、网络安全能力、军用通信设备和边境监控技术等多个关键领域。这一大规模军事投资的背景是俄乌战争爆发后，东欧国家面临的安全威胁显著增加。罗马尼亚作为北约东翼的重要成员国，战略地位日益凸显。欧盟 SAFE 计划旨在通过集中投资提升成员国的集体防务能力，减少对美国军事保护的依赖。这项投资将大幅提升罗马尼亚的军事实力，同时为欧洲防务一体化进程做出重要贡献。23，埃及向联合国安理会抗议埃塞俄比亚尼罗河大坝落成。据瑞典日报报道，埃及政府正式向联合国安理会提交抗议书，强烈反对埃塞俄比亚复兴大坝项目的最终落成和开始运营。埃及外交部指控埃塞俄比亚单方面推进大坝建设违反了国际法和跨界河流管理原则，严重威胁埃及的用水安全和经济发展。复兴大坝是非洲最大的水电项目，埃塞俄比亚政府宣布大坝已完成蓄水并开始发电，预计将显著改善该国的电力供应状况。这一争端的背景是尼罗河水资源分配问题长期困扰着流域各国。埃及高度依赖尼罗河水源进行农业灌溉和民生用水，埃及担心大坝运营将减少下游水流量，影响其农业生产和经济稳定。联合国安理会面临调解这一复杂水资源争端的挑战，需要平衡各方利益，以避免地区紧张局势升级。24，荷兰议会禁止性取向矫正疗法。据荷兰媒体报道，荷兰议会正式通过法案，全面禁止在该国境内进行任何形式的性取向矫正疗法，成为欧洲在保护 LGBTQ+ 群体权益方面的先锋国家。新法律规定，任何试图改变他人性取向或性别认同的治疗行为都属违法，违法者将面临严厉的法律制裁，包括吊销职业资格和刑事责任。法案涵盖了医疗机构、宗教组织和私人从业者等各类主体，确保法律的全面覆盖和有效执行。这一立法的背景是国际医学界普遍认为性取向矫正疗法缺乏科学依据，且可能对当事人造成严重的心理创伤和健康危害。荷兰作为世界上首个承认同性婚姻合法化的国家，此次立法进一步巩固了其在性少数群体权益保护方面的领先地位。该法案的通过预计将对其他欧盟成员国产生示范效应，推动更多国家采取类似的保护措施。25，
新的血液检测方法可更快、更便宜地检测阿尔茨海默病。据独立报报道，科学家开发出一种革命性的血液检测技术，能够以更快速度和更低成本检测阿尔茨海默病的早期征象。这种新检测方法通过识别血液中特定的蛋白质标志物，可以在患者出现明显认知症状之前数年就发现疾病迹象，检测准确率超过 90%， 且成本仅为传统 PET 脑扫描的1/10。目前阿尔茨海默病的诊断主要依赖昂贵的脑部影像检查和复杂的脊髓液分析，这些方法不仅费用高昂，而且检测周期长，许多患者无法及时获得诊断。这项技术突破的背景是全球老龄化加剧导致阿尔茨海默病患者数量急剧增长，预计到2050年将影响超过 1.3 亿人。新的血液检测方法有望实现大规模筛查，让更多患者能够早期发现并接受治疗，显著改善预后效果并减轻医疗系统负担。26. 德国将向乌克兰提供数千架远程无人机。据热点新闻报道，德国政府宣布将向乌克兰提供数千架先进的远程攻击无人机，以加强乌军的远程打击能力和战场态势感知。这批无人机包括多种型号，射程可达数百公里，配备高精度制导系统和先进的侦察设备，能够有效打击俄军后方重要目标和补给线。德国此次军援决定标志着其对乌克兰支持政策的重大升级。此前，德国在提供攻击性武器方面较为谨慎，这一举措的背景是乌克兰战争进入关键阶段，乌军急需更多远程武器来平衡俄军的火力优势，特别是在防空和精确打击能力方面。德国政府表示，这些无人机将分批交付，并为乌军提供相应的操作培训和技术支持。此举预计将显著提升乌克兰的军事作战能力，但也可能进一步刺激俄罗斯的军事反应，影响欧洲安全局势。27. 巴西最高法院法官投票判定亚伊尔·博索纳罗因政变阴谋罪被定罪。据卫报报道，巴西最高法院法官经过投票表决，正式认定前总统亚伊尔·博索纳罗犯有策划政变阴谋罪。这一裁决可能导致他面临长期监禁，并被永久禁止参选公职。法院认定博索纳罗在2022年总统选举败选后，与军方高层和支持者密谋推翻选举结果，企图通过非法手段继续掌权。调查显示，博索纳罗涉嫌煽动支持者攻击政府机构，散布选举舞弊谣言，并试图说服军方干预政治。这一判决的背景是巴西政治极化严重，博索纳罗的支持者一直质疑选举的公正性，并在首都巴西利亚发动了类似美国国会山事件的暴力冲击。此案的审理过程备受国际关注，被视为巴西民主制度稳定性的重要考验。判决结果将对巴西政治格局产生深远影响，可能彻底结束博索纳罗的政治生涯。28. 美国科技公司帮助建立中国的数字警察国家。据金融邮报报道，一项深度调查披露了美国多家知名科技公司通过技术转让和商业合作，无意中协助中国政府建立了庞大的数字监控体系。这些公司提供的人工智能技术、云计算服务和数据分析工具被中国当局用于大规模人脸识别、行为追踪和社会信用评分系统的构建。报告详细记录了这些技术如何被应用于对新疆等地区少数民族的监控，以及对政治意见人士和维权活动家的追踪。这种技术合作的背景是全球化时代科技公司追求市场扩张，但往往忽视了技术被滥用的风险。调查揭示了跨国科技合作中的道德和法律灰色地带，引发了关于技术出口管制和企业社会责任的激烈辩论。美国政府面临加强技术出口限制的压力，而相关科技公司也被要求重新审视其海外业务的合规性和伦理标准。29. 美国关税影响中国出口，导致贸易转向非洲和东南亚。据悉尼先驱晨报报道，美国对中国商品加征的高额关税正在重塑全球贸易格局，促使中国出口商将目标市场转向非洲和东南亚等新兴经济体。贸易数据显示，中国对美出口在过去2年中大幅下降，而对非洲国家和东盟成员国的出口则出现显著增长，涉及电子产品、机械设备和纺织品等多个领域。这一转变的背景是中美贸易战持续升级，
美方关税税率高达25%到100%，使得中国商品在美国市场失去价格竞争优势。中国企业积极开拓新市场，通过“一带一路”倡议加强与发展中国家的经贸联系，同时在当地建设生产基地，实现就近供应。这种贸易转移对全球供应链产生深远影响，非洲和东南亚国家获得更多投资和技术转移机会，但也面临产能过剩和环境保护等新挑战。30，特朗普政府报告敦促调查疫苗伤害和自闭症。据美联社报道，特朗普政府发布的一份官方报告呼吁联邦卫生机构深入调查疫苗可能造成的不良反应以及与自闭症之间的潜在关联。报告建议扩大疫苗安全监测系统，增加对疫苗伤害案例的研究资金，并要求建立更透明的不良反应报告机制。这一举措反映了特朗普政府对疫苗安全问题的重视，以及对部分民众关切的回应。报告发布的背景是美国社会对疫苗安全性存在分歧，一些家长团体长期质疑疫苗与儿童自闭症发病率上升之间的关系。然而，主流医学界和大量科学研究均表明疫苗与自闭症之间没有因果关系。世界卫生组织也持相同立场。这份报告的发布可能加剧公众对疫苗的疑虑，影响儿童免疫接种率。公共卫生专家担心这会导致可预防疾病的回归。31，伊朗与联合国和监督机构同意恢复合作。据 WAV 电视台报道，伊朗政府与国际原子能机构达成协议，同意恢复在核项目监督方面的全面合作，允许国际核查人员重新进入伊朗核设施进行检查。这一突破性协议包括恢复对铀浓缩活动的实时监控，开放关键核设施的访问权限，以及提供核材料库存的详细报告。协议的达成标志着伊核问题出现积极转机，有望为重启伊朗核协议谈判创造有利条件。这一合作恢复的背景是伊朗核危机持续数年，自美国退出伊核协议后，伊朗逐步减少履行核协议义务，大幅提高铀浓缩丰度，并限制国际监督。国际社会对伊朗核武器发展能力的担忧日益加剧，欧洲各国和美国都在寻求通过外交途径解决危机。这次合作的恢复可能为缓解中东地区紧张局势和防止核扩散带来新希望。32，国会忽视监督助长总统的战争权力。据外交政策报道，美国国会在履行战争权力监督职责方面的长期缺失，正在助长总统在军事行动决策上权力的不断扩张。分析显示，近几十年来，历任总统都倾向于绕过国会授权，直接发动军事行动，而国会议员们往往选择默许或事后追认，很少主动行使宪法赋予的战争宣布权。这种权力失衡在反恐战争、利比亚干预和叙利亚空袭等多次军事行动中都有体现。总统基本依靠行政权力和模糊的法律解释来证明军事行动的合法性。问题的背景是，美国宪法规定国会拥有宣战权，但在现代战争形态下，传统的战争宣布程序显得滞后和不适用。法学专家和政治学者呼吁国会重新审视其监督责任，建立更有效的制衡机制，防止行政权力在军事领域的过度扩张，维护民主制度的权力平衡。